很明显又众所周知，你不能把一个熟蛋变生。然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可以的。热能对蛋的分子所做的事，机械能可以将其还原。蛋主要是由水和蛋白质组成，蛋白质最开始折叠成一种复杂的形状，依靠弱的化学键连接在一起。加热能分解化学键，使蛋白质展开、松绕、分离，变得可以移动。这个过程被称为改性。新的被解放的蛋白质互相撞击，并在其中形成新的化学键。当热量变得越来越多后，到达某一刻时，蛋白质之间的精密缠绕，最终形成一个固体，就是煮熟的蛋。这个过程可能看起来不可逆，但其实不是的。根据一个叫做微观可逆原理的化学观点，任何已发生的，比如说鸡蛋中的蛋白质变为固体的情况，如果你反之重复每一步，理论上可以反转，但增加更多的热量会使蛋白质纠缠得更紧，而冷却只会冻住它们。所以这里的窍门是将其极快地旋转。我没在开玩笑，是这样做的。首先，科学家将煮熟的蛋白溶解在水中，加以一种化学物质尿素，它是一个小分子，被用作润滑剂，包裹蛋白质的长链，使得它们更容易滑过对方。然后他们将溶液放入试管，以一个极快的5000转每分钟的速度旋转，使得溶液展开，形成一层很薄的生物膜。接下来是关键的部分，离试管壁最近的溶液旋转的比中间的溶液旋转得快。这个速度上的区别产生了剪应力，会重复拉伸和收缩蛋白质，直到最后它们恢复成原始的性状，并稳定下来。当离心机停止旋转，鸡蛋白恢复成了未被煮过的形态。这个技术适用于所有蛋白质，更大和更混乱的蛋白质将会更难还原。所以科学家会在蛋白质一股的一端粘上一个塑料珠，产生额外的重量，并会加大收缩，促使它先折叠。这个方法不适用于一个完整的带壳的蛋，因为溶液必须在圆柱体容器内展开。但它的应用远超出仅是还原你的早餐。很多含有蛋白质的药物生产费用非常高，有些是因为它们卡在了聚集蛋白质中，就像煮熟的蛋白，这些必须在它们开始工作前被打散和展开。这个旋转方法很有潜力，更简单、便宜、快速，相比于其他再折叠蛋白质的方式，因此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获得新药，以更快的速度。还有一个事情你需要记住，在还原你的食物之前，煮蛋实际上是个不寻常的过程，因为即使它使蛋白质的形状和连接方式发生了改变，它的化学性质并没有改变。大多数烹饪过程类似著名的梅拉德反应，就是会发生化学变化，将糖分和蛋白质转换成美味的焦糖脆，这会非常难还原。所以你可以还原你的煮蛋，但很抱歉，还不能还原你的煎蛋，以目前的情况。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，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。